汉朝有霍去病立下不世之功，却20多岁便暴毙而亡。有人推测他是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，体内有了病毒才死的。今天我们说的这位一样造就了不世之功，但却在壮年暴毙。明朝开国名将，天下奇男子，长10万常遇春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各位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，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常遇春出身贫苦农民家庭，10几岁时他自己就在想，要是一直这么看天吃饭，自己和家里迟早要完。人活着不能只想着干饭，还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于是他就找人习武去了。习武当然也不是免费的，因为家里穷，那就只能去勤工俭学，常常去干些杂活。长大后身强力壮，力大无比，骑射功夫更是了得，18般兵器可谓是样样精通。作为有武艺在身的人，在一般的朝代都是想着去参军建功立业，成就一番惊天伟地的大事业。但是常遇春所在的朝代刚好是元朝末年，各地烽烟四起，盗匪和起义军齐头并进，元朝官府更是让人恨之入骨。常遇春心气再高也不会加入元朝，但是扛不住饿呀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更何况是好几顿，那咋办啊？他就落草为寇了，加入在定远、怀远一带打家劫舍的盗贼刘据。刘据一看这小伙子不错，孔武有力，就让他做了一个小头目，并且当成自己的心腹。常遇春就跟着刘据干了起来，打家劫舍的盗贼生活。当一个人刚接触到一个新的职业的时候，他可能因为新鲜十分的卖力。常遇春也一样，又能吃饱饭，又有银子拿，何乐而不为？但在新鲜感过去后，常遇春就厌烦了这种打家劫舍的生活，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了。他习武是不想一辈子种地，是为了建功立业，现在却在干盗贼这种事情。而且他发现刘据是一个十分有事业心的人，他的眼里就只有打家劫舍，没有更远大的抱负了。常遇春就想要离开团伙，另寻出路。在公元1355年，常遇春在一次执行在河州的掠夺任务的时候，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。此时的朱元璋正在率领军队攻打河州，常遇春早就听说过朱元璋的事迹，有本事，为人仗义豪爽，但那也是听别人说的，万一再错了，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啊。于是常遇春就利用这次机会，决定好好观察一下朱元璋，看看他是否真的就和传言中一样，找工作都要精挑细选的嘛。上次都选错了，这次可不能再选错。于是他一番乔装打扮，装成平民百姓，混在能观察到朱元璋的地方。在仔细观察过一段时间后，常遇春觉得朱元璋这人行，能处，平易近人，视士族如兄弟，军队纪律严明，对百姓也不错。再和现任老板刘据一比较，这差距就出来了。刘据到死都是一个盗贼，而朱元璋则是能成大事的人。常遇春就发扬鱼死网破，今晚就走的精神，在河州投了朱元璋。但他这简历实属拉胯呀，上份工作还是个强盗，没钱没权没名没人的。朱元璋对他则是十分的冷淡，便问常遇春，你是不是饿肚子了，想要讨口饭吃，才加入我的队伍的？常遇春一五一十把实情全部告诉了朱元璋。早先打家劫舍，吃喝不愁，但首领刘据只知强盗，没有一点雄心壮志。我听说将军您是一位能人贤者，才来投奔的，愿为将来的前程效力。朱元璋问他，那你愿意和我过江打仗吗？常遇春说，将军指哪里我就打到哪里，渡江之日愿意作为先锋。朱元璋仔仔细细地审视了一番常遇春，言语忠厚，身材魁梧，体魄健壮，于是就把常遇春留在了身边。常遇春这面试一过，也是直接开始工作了。常遇春在朱元璋手下算是正式走向了历史舞台。作为朱元璋的先锋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。公元1355年采石矶大战，常遇春说了，当先锋那就是先锋。朱元璋率军南下后，在采石矶遇到了元朝海军元帅满子海牙的严密防守。就在各处都无力进攻的时候，常遇春在乱箭中乘着小船前进，杀到对岸，开始了猪突猛进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杀得十分痛快。朱元璋随即命人跟随常遇春的脚步，杀向对岸，元军连连溃败。朱元璋趁机攻下太平，次年3月又攻下吉庆，收获了一大片财富，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此时的常遇春已经从渡江时的先锋升到了元帅。公元1359年，
朱元璋攻取金华后，派常遇春领兵攻打衢州。常遇春到达衢州城下后，见衢州防守严密，固若金汤，便令手下在衢州周围建6座城寨，将衢州围住，又命人建造各种工程器械，想要一口气把衢州拿下。还在衢州西边挖地道，准备秘密杀出，杀他个出其不意。但衢州守将伯颜不花得金，凭借严密的防守和固若金汤的城墙，将常遇春的多次进攻全部挫败。久攻不克的常遇春想到了朱元璋此前告诉自己的话，和敌人交战在于一个勇字，但要想赢下全局就在一个谋字。关羽那么猛的一个人，不还是被吕蒙的计谋打败了？关羽虽然也有谋，但骄兵必败，你应该引以为戒。之后常遇春以骑兵将衢州守军的大炮全部破坏掉，衢州城破只是迟早的事儿。援军也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就派人秘密投降。夜间投降的人将衢州大门打开，接应常遇春进城，衢州这就拿下了。之后又在九华山和援军大战。公元1360年，朱元璋和陈友谅正是杀得水深火热的时候，你打我一拳，我踹你一脚。而陈友谅当时最为先进的战船，是朱元璋称帝路上的最大阻碍。公元1360年5月，陈友谅率领10万水军直取应天，朱元璋势敌已弱，诱敌深入，设计埋伏。常遇春就在设伏的队伍里面。来龙湾登陆的陈友谅万没想到常遇春会在这个时候出来。陈友谅大军被杀得连连溃败，100艘战船全部搁浅，朱元璋转危为安。常遇春因为杀敌有功，升为行省参知政事，在3年后迎来朱元璋生命中的最重要一战——鄱阳湖水战，这也是明朝开国最重要的一战。有人曾经将曹操和朱元璋进行比较，一个只能在北方，一个能统一天下，其中最大的区别，曹操在赤壁失败了，朱元璋赢得了鄱阳湖水战。公元1363年，陈友谅带着号称60万大军来了。陈友谅的船大坚固，但是行动慢。朱元璋都是小船，但胜在灵活多变。有次朱元璋所在的指挥船搁浅，被陈友谅的大将军张定边抓住机会。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，常遇春将张定边一箭射伤，又用自己的战船助朱元璋脱离困境。常遇春利用小船优势，组织船队乘风之力进行火攻。陈友谅的大船这时候就成了火海，他本人在混乱之中被乱箭射中而死。后边的比起陈友谅那就没有那么惊险了。打败张士诚后，被晋封为鄂国公，次年和徐达一起出征北伐。曾经无敌于世界的蒙古骑兵，被这些平民草寇出身的猛人们彻底击败。在洪武2年，常遇春挥师南归的时候突然暴毙，传说是因为行军的时候太热，常遇春卸甲太急感染风寒的，但真实情况就不得而知了。那些喜欢黑朱元璋的也不要想了，常遇春虽然有时候违抗命令，但还不到朱元璋杀功臣的时候。这才洪武2年，如果没死的话，到蓝玉的时候多半是要被株连的。传说这位大将军十分的怕老婆，他老婆是蓝玉的姐姐，凶得很。朱元璋有次赏赐他2个美女，常遇春不敢乱动，就夸美女手好看，第2天就收到了美人的手。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